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，这第一次。铁鹰华被击倒了，15连胜的战绩险些被终结。台下老外一个二个振奋不已，兴奋的不得了。远在一旁观战的波球脸都黑了，完全不相信铁鹰华会被击倒。接下来铁鹰华的表现将会让所有老外鸦雀无声。波球看到这一幕也是情不自禁的鼓掌欢呼。此战由年仅19岁的铁鹰华奉命出国打比赛，对战的是26岁的世界泰拳冠军小虎。出征寸草不生，在国内取得8连胜的铁鹰华，成为了武林风注重培养的不二人选。首次出国打比赛的铁鹰华显得十分生疏，不过铁鹰华心怀远大抱负和理想，自然不会因为经验不足而胆怯。铁鹰华的对手是马来西亚本土最受欢迎的世界冠军，他叫艾迪，曾经是越南国籍。在越南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艾迪丝毫没有犹豫，当即就加入了马来西亚。自从艾迪换了一个地方生存，他的职业生涯可谓是蒸蒸日上，再创辉煌。19岁的铁鹰华遭遇26岁的艾迪，一位是初出茅庐的搏击小将，然而另一位则是经验丰富的世界冠军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铁鹰华的精彩表现。宋雨杰现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首府新山市体育馆为您转播男子67公斤级私人赛的半决赛的第2场，红方是来自大东翔俱乐部的铁鹰华，这武林风的中国勇士，而蓝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艾迪。如果武林风的观众朋友们您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话，你对这个艾迪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我武林风在这个2011年9月份来到马来西亚。别看铁鹰华年龄不大，才19岁，真要是动起手来，铁鹰华绝对要比艾迪凶狠毒辣，一上来就开始猛压艾迪内围，实施主动进攻，连续的拳法进攻加上紧密的步伐移动，瞬间就把艾迪压制住了。可别忘了，艾迪足足比铁鹰华大了7岁，没想到一上场铁鹰华就给艾迪来了个下马威，完全不给艾迪一点面子，拿着拳头就开始往内围逼近，准备做动作。就是更加硬了。但是小虎铁鹰华有他的杀人特点，那么他的特点就是他的出拳速度快，有很强的杀伤力和力量。我想在这场比赛里面，铁鹰华要利用他的拳法来进攻对手，因为这个艾迪呢，他练过泰拳，在马来西亚练过泰拳，他的腿还是很硬。铁鹰华没有任何废话，拿着拳头就往上干。就算艾迪是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世界冠军又如何，在铁鹰华面前照样显得不堪一击。是老虎就乖乖握着，是龙就乖乖盘着，千万不要在铁鹰华面前耍什么心眼，那是因为铁鹰华随时都能要了艾迪的小命。别以为铁鹰华年龄小就认为铁鹰华好欺负，年轻就是革命的本钱。铁鹰华15连胜的战绩可不是在大马路上捡来的。今天这个艾迪也是有边的他比2年前打得更加的油滑和聪明。因为在今天的比赛规则当中，膝是可以上头的。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艾迪利用一个膝上头的动作，虽然空了，但是我们感觉到艾迪今天的战术打法要丰富。今天铁鹰华进攻要更主动、更猛，这种猛是利用你的拳法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过后，铁鹰华表现得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沉稳。在与艾迪展开激烈对抗期间，依然不落下风。不管是在中远距离，还是在中近距离，或者是在内围缠斗，铁鹰华都能与艾迪展开激烈对抗。要论打架哪家强，小虎称第2，无人称第1。虎虎生风的力量。10 seconds， 倒计时还剩最后的10秒。这场比赛打得很硬双方打得很硬。一局比赛时间到了。Round 2， 观众朋友，男子67公斤级私人赛的第2回合开始了。从打法上来看，铁鹰华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才19岁的孩子。面对眼前这位26岁的世界冠军，并且还是马来西亚本土热度最高的一位世界冠军，看似艾迪是不想和铁鹰华一般见识。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艾迪是对铁鹰华产生了畏惧，就只会寻找机会实施一些单击动作，根本不敢与铁鹰华展开正面对抗。那是因为艾迪已经认清楚了现实，为了让台下马来西亚的观众认为铁鹰华不堪一击，艾迪就算是咬碎了后槽牙也会坚持到最后。出来，尤其在后头线，对，哇，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，是第一次。
小虎被激怒了，小虎被激怒了，小虎要发出武松打虎的那种狠劲儿，因为在艾迪在自己的主场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体育馆里面，刚才用了一个我们在比赛当中很少用的那种怪招，从来没有见过的怪招。艾迪转国籍来到马来西亚，并不是厌恶越南，这只是一个明面上的理由罢了。真实目的就是要学习马来西亚独特的绝学武功。所谓的绝学武功，就只有他们本土的人才可以学习，甚至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进行潜心修炼。艾迪只用了3个月，就把他们的绝学武功学到了精髓，并成功带上了擂台进行实战。结果艾迪获得了马来西亚人民的爱戴和追求。在遇到铁英华之前确实如此，遇到铁英华之后，艾迪显得十分狼狈，甚至逃跑都逃不掉。在第一局比赛里面，我们曾经说，马来西亚的艾迪在和2年前吴林峰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金钟峰那场比赛不一样的原因，就是他在今天比赛里面的战术变化丰富了。那么这种丰富表现他的诡秘的战术应用上，尽管他的进攻的比赛路线并不是很细腻，但是他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丰富。刚才他在第2局比赛里面利用一个我们说是一种像那个侧手。铁英华可不管艾迪是何方神圣还是什么妖魔鬼怪，只要到了擂台上面那就是敌人，既然是敌人那就应该往死里打。长时间的猛打猛冲打的艾迪有点怀疑人生，甚至怀疑铁英华有嗑药的嫌疑。他根本不相信年仅19岁的铁英华竟然如此勇猛。不过事已至此，艾迪也只能认清楚现实，慢慢尝试扭转当下的战局。现在艾迪打得很聪明，我不跟你拼节奏啊，我就是一板一眼的给你。10 seconds。当然，铁英华他这个右膝关节的受伤。Final round。我们是在马来西亚新山市体育馆为您转播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艾迪本以为铁英华会打擂，结果到了第3回合的铁英华变得更加神勇，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艾迪的小命。碍于这是在马来西亚的擂台打比赛，铁英华尽量要提前结束比赛，不然马来西亚的裁判多多少少会偏袒艾迪，毕竟艾迪是他们最为热爱的世界冠军。铁英华非但没有疲惫，并且还变本加厉给艾迪施加压力。板一眼的来给铁英华打的话是不行的，毕竟这是艾迪的主场，他和2年前的进攻的力量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要想占据场上的主动，只有把比赛节奏带起来。毕竟这个艾迪的年龄要比铁英华大在体能上，铁英华占据一定的优势，这是要把比赛节奏带起来。因为打进第3局，艾迪肯定在体能上会有所这个下降的。如果你要是一板一眼慢慢打，26岁的艾迪竟然被一个年仅19岁的铁英华死死压制住，并且全程都没有实施过一次像样的主动进攻，全靠一个防守反击赖以生存。不过艾迪所实施的反击对于铁英华来说毫无任何意义，铁英华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，丝毫不会给艾迪留一点面子。此时的艾迪什么样的怪招几乎都实施了一遍，本想降低铁英华的进攻攻势，结果还激发了铁英华体内的潜能，这无疑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铁英华的进攻欲望变得更加强烈。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铁英华他护身的打法，现在被这个艾迪给控制住。而且他又来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艾迪的杀手锏，我们一个侧手翻的动作。那么在第2局比赛里面，曾经艾迪用过这种技术，使得这个铁英华并没有反应。哇，一个冲拳，对对对。快速的步伐移动给铁英华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进攻机会，这一脚直接把艾迪的脖子踢断，脖子受到重击的艾迪瞬间躺尸擂台，要不是裁判扶着他那脱落的脖子，恐怕艾迪当场就会窒息而亡。让民族英雄艾迪重重躺在擂台上，太漂亮，太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！哇！铁英华获得了比赛胜利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铁英华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